Hello， 大家好。应该有很多人在我们店里头买过这个栗子吧？这个栗子的品种属于燕山板栗，和那个圆圆的锥栗有点不一样。我觉得它蛮适合拿来做菜的，像之前做地锅鸡用的就是这个栗子，然后今天会用它做一个法式的糖渍栗子。首先，栗子要把外面的硬壳去掉，你可以在它的头用剪刀稍微剪一个小口，然后再用小刀把皮小心的削掉。或者也可以在它的屁股上用刀切一下，也是切出一个小口来，尽量不要伤到里面黄色的肉。再用小刀把它的硬壳给去掉。去硬壳的时候要小心哦，因为栗子的外壳很硬，很容易伤手的。如果这时候你的栗子太干的话，你可以用水把它泡一泡，把外皮泡到略软，会好操作一些。栗子去掉外面硬壳之后，就可以开始去里面的毛皮了。一般来说也是这步最困难，大家都会觉得这个毛皮很难去。这里我有个小窍门。首先呢，你烧一大锅开水，找一口锅，把刚烧开的水倒进去，再里头加一小勺盐，然后把带毛皮的栗子丢进去，一次不要太多，大概4、5个就好了。在里面浸泡大概10秒的时候就捞出来，然后趁热立刻剥，这个时候皮是最好剥的。把栗子这样分批的放到水里头去，不要一次放太多，每次都丢4、5个进去，然后泡一会儿就立刻捞出来剥皮。当你剥到还剩最后一个的时候，你就可以泡下一批。这样，当你手上这个栗子差不多剥完的时候，锅里的栗子就可以捞出来继续剥了。这样分批的浸泡能够让栗子一直保持在最合适的温度。当你感觉皮开始不好剥的时候，说明这个时候水温有点低了，你可以开火加热一下，但是不要把栗子泡在里面加热，那样栗子会变熟。就这样一直重复泡水捞出剥皮的动作，直到你所有的栗子都完成。现在你需要一小块纱布。大概就是手掌这么大的一块方形纱布就好了。拿一颗栗子放进去，卷，把两头打上结，要打个死结哦。把栗子这样包裹在纱布里头，这样把每个栗子都单独的裹在纱布里头，是为了让它在后面煮的时候不会散开。这步虽然有点麻烦，但是只有这样裹好的栗子，你才能煮出完整的糖渍栗子来。现在把包好的栗子放到小锅里，然后300克的栗子加大概500毫升的水，刚刚好，水可以没过它们。现在先加入200克的糖，前面材料中给了500克的糖，现在不要一次加入。煮开之后就转小火，盖上盖子，让它煮差不多15分钟。现在已经煮过15分钟了，可以关火了。大家看一看，现在这个栗子就让它泡在糖水里头，不要管它，盖上盖子。然后你需要等至少12个小时，或者是第2天再来做这个操作。明天我们会进一步再往里头加糖。接着就是等待12到24个小时，然后往栗子里加第2次糖，加100克，开火煮。糖水煮沸之后，小火再煮个10分钟，然后继续关火让它焖着。再等12到24个小时，加第3次，接着是第4次。每次加入糖之后，都要让糖浆煮个10分钟左右。注意你在不停的煮的过程中，水分是会挥发掉的，所以你要记住锅里头水位的位置。然后水减少之后，你就要不断的加水，让水位能够保证基本上不变，一直都能够没过栗子。所以我们一共分了4次才把糖全部加完。最后一次加糖的时候，你可以再加入一点朗姆酒。接着就是最后等待，等到糖浆彻底晾凉，也是大概隔夜之后。这时候你会发现糖浆非常的浓稠，然后表面可能会出现这样一颗一颗糖的结晶，这是很正常的现象。拆掉栗子的纱布，这个时候你可以切开看一下，完成状态的糖渍栗子里头应该是这样颜色均匀一致的，表示糖已经完全浸透了这整颗栗子。这时候它吃起来是一颗栗子糖果的感觉。接着你需要把这些栗子放到烤箱里去，烤箱温度不要太高，大概100度左右，让它风干。刚才煮过栗子的糖浆不要扔掉了，你可以过滤一下保存起来。在烤箱里风干大概半个小时之后，你可以拿出来看一下，这个时候栗子表面摸起来已经没有黏黏的了，是很干爽的，这个时候就可以吃了。这个时候你可以拿锡纸把它们单独包裹，然后保存起来。好了，今天的这个糖渍栗子就做好了。除了可以当做糖果的栗子之外，你还能够得到一瓶这样很香的栗子糖浆，用来冲咖啡或者做任何甜点都很合适的。然后栗子糖果你也可以在过年期间作为招待客人的小零食。希望你们喜欢这一集。喜欢我的节目或者喜欢我本人，不要忘记点赞、订阅、关注、评论、转发、投硬币投香蕉。谢谢收看，下期再见，拜拜。